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91.38，收盘价是187.7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4.20。最低价是在186.10，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，并且也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481亿股。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15倍量增。KD 值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在增强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也是继续下行。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多头趋势的回档中，也就是继续回档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红 K 线。那上影线略长，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回档中。并且是在回档的行进中。那我们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前一日这根 K 线啊是反弹的止涨信号 K 线。那3月7日股价收盘价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那也就确认了这个叫做止涨 K 线。也就是说，也确认了股价将会下行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K 线，所以从 K 线上解读啊，后续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190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我们给了2个点位，一个可能反弹收盘会在196，另外一个反弹呢是收盘会在203。对。那实际在3月7日，股价的收盘价是在187.71，出现了下跌。那我们预测的下跌和实际的下跌啊，是基本相符的。我们指的是走势是基本相符的。好，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的解读说后续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所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3月8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87。我们说一下理由，因为在3月7日的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在187.71，而我们定义的这个盘整区的下行这个下限是2月13日这根 K 线最低是187.61。所以截止到3月7日盘中收盘之后，那股价依然没有跌破这个横盘区域，所以在3月8日接下来的目标，它依然是要跌破它。那我们说，一旦股价跌破了187呢，将会开启一个或者叫确认这个短期的短期的空头趋势。那短期的空头趋势啊，我们是从2月16日这个高点开始定义的，目前是头低，下方已经出现了底低，
对，所以我们指的空头趋势是从2月16日来看的。那么我们一直在提多头的回档，如果我们从之前的1月6日开始说，那目前股价还是在多头的趋势中。对，这是一路上涨横盘，然后目前是在多头的回档中。好，这是我们把这个我们定义的这个多头和空头的概念再说明一下，就是它的起始点不一样，对，起始的时间点不同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说，目前是短期的空头，跌破了187呢，我们说将确认这个短期空头，那股价会继续下行。对，那接下来的股价下行的目标依然是162，162是1月31日这根 K 线的起涨 K 线。好，那么我们来说，从187到162，我们要来看看支撑。首先的第一个支撑应该是182，182是2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因为这根 K 线啊，它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所以它的最低将会成为一个支撑。我们会看到日后的交易日收盘价都在这根 K 线最低的上方，所以我们说182是一个支撑，然后再接下来的一个支撑将是2月1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，应该是在174附近，对，它将是股价继续下行的叫做第二个支撑。我们说在到达162之前，当然我们说在日后如果股价继续下行呢，50日均线值也将会成为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从187到162之间下方的支撑3个位置。那我们继续来看股价的反弹，因为现在是短期的空头趋势，所以任何的上行我们都会把它称为叫反弹。反弹对于3月8日股价如果反弹的目标，就是第一个目标是在200关口，因为如果能够站上200关口啊，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，而会出现头高，所以股价反弹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00关口。那在到达200关口之前，我们会看到各条均线值啊都在这个区域，所以我们说股价反弹要想到达200关口啊是非常困难的。当然不是没有可能。好，那么如果股价日后能够站上200关口，第二个目标就是211，站上211将会重新建立多头趋势，也就是股价反弹如果能够站上200啊，将会瓦解这个空头趋势。然后如果能够继续上行，能够站上211呢，将会重新建立多头趋势。那目标接下来就是217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股价一旦后续能够站上217啊，我们说叫从长期来看，这一波上涨的多头趋势叫回档成功。那一旦站上217啊，股价将会出现新的一波的上涨，或者出现新的一波上涨行情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反弹。那对于3月8日在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点，是在190这个位置。我们把这条水平线移动到190，190是3月8日当日开盘之后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。那我们要在盘中关注这个点，也就是说股价开盘之后
如果出现反弹，遇到190，是否会出现遇压而继续下行？那一旦在190遇压而反转向下，那我们说股价一定会出现一个下跌的走势的。那如果说股价在3月8日盘中能够在190附近，或者甚至190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止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，对，也就是会有利于后续股价的反弹。所以在3月8日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190这个点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在3月2日的收盘给出，在这根 K 线收盘价强反弹进场，目标是3月3日盘中在195这个地方出场。如果是出场，那么已经获利了。对，那在当日还没有出场的，说在等待股价继续反弹的，那我们之后一直给了止损的位置。那到了3月8日，在3月7日，我们是在3月6日给出的3月7日的止损位置是在192，在这个位置。所以到现在股价收盘价是在187，那如果在这个地方进场抢反弹的呢，我们说应该是即可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之前给出的操作建议，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反弹，也是要出场了。那我们在3月2日给出强反弹进场的时候，曾经说过，一旦我们在空头趋势下头低，然后出现底低的空头趋势下，如果我们进场强反弹，在第2个交易日是要出场的。那对，这是空头的强反弹。如果是多头趋势的强反弹，例如我们在之前的这几个点位说进场，在这个当然是做多进场哈，强反弹。那我们说，在这个地方进场强反弹，我们是要做多的，因为它已经出现了头高底高，所以在第2日我们虽然说有可能会有高点，我们是可以继续持有的，我们会守这个 K 线的最低，甚至这个缺口的最低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举的例子，在多头趋势下，如果强反弹进场，第2日是可以继续持有的。那如果是在空头趋势下进场强反弹，第2日通常是要出场的。假如有继续停留，那么日后一定也要遵守纪律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再次说明一下，空头进场强反弹，第2日是要出场的。好，那么这样一来，就是目前之前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，现在已经都出场了。那我们再来看，之前如果说是在1月17日开始建仓加仓，然后在2月16日没有叫做停利出场的，而一直是守停损，那到目前我们在之前的一个交易日给出，在3月7日停损的位置是在192或者是187，所以目前如果守192就应该出场了。那如果守187呢，可以再等一个交易日，就是说，确认它跌破187再离场。当然，这要承担一定的风险，因为在3月8日有可能，如果股价不出现止跌反弹，那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。所以我们说，目前
应该是要停损出场，或者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在盘中至少要设一个停损出场。这里我们指的停损是停止利润的损失，因为目前还是在盈利的状态下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对于3月7日目前的收盘价，说在这个位置是没有进场点的，因为出现这样的连续的下跌的 K 线，后续还会有继续下跌的可能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空头。空头我们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，我们只讨论空头，来帮助我们做多头的操作。那对于空头，3月8日开盘之后，从190一直到194，也就是前一日 K 线最高，我们说在这个区域依然会有空头的建仓和加仓。因为加仓是有可能之前就会有建仓的空头位置，那么在这个位置还会有加仓。实际上在3月7日已经在194附近就有空头又在建仓或加仓了。所以对于3月8日从190之上到194，这是空头的进场点和加仓位。那他们的目标就是应该是首先是174这个位置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跌破187之后，在到达162之前的一个支撑位在174。和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那当然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2，这是空头在这个地方建仓和加仓的目标。那么空头目前的回补位将会由211提升到200关口。对，因为空头是反方向嘛，所以它数值下降，实际上是在提高。也就是目前空头的回补位是在200，所以我们说在空头在这个地方是有加仓，然后各条均线值也会有加仓，那这又是它的一个设定的回补位，所以空头一定会守从187到从187.71一直到200关口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空头的一些讨论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，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从190到194前高，其中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90到192。那我们把它合并，第一个压力区间就是190到194，第二个压力是197，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00关口，正好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186，是前低，第二个支撑是182，第三个支撑就是17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3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我们预测股价会第一个可能我们会给出2个点，也就是第一个可能股价会下跌。第一个点位是，如果下跌，它将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91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81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83.5附近。那这样一个下跌，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0
181的。如果低于181啊，将会出现大幅的下跌，也就是我们给出的接下来的一个点位，就是会收盘价在179。那对于这个大幅的下跌的可能呢，它的走势是不同的，它有可能会是一个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86.5，最低会到达177，收盘会收在179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下跌，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我们给出的2个下跌的点位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还会认为股价有可能会出现止跌。如果出现止跌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到达183.5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92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91附近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股价不出现下跌，应该会出现一个止跌的信号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3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